其实所有直男都有变成 gay 的倾向，而且有一些人特别享受把直男掰弯这样的过程。现在是凌晨的1点多，我 emo 了，尤其是过年的这个节点，我更加 emo 了。我看到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但我的身份你们也都懂。今天我想跟大家说3个事儿。第一个，其实所有直男都有变成 gay 的倾向，而且有一些人他们特别享受把直男掰弯这样的过程。第二件事儿，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是这样走到这个圈子里的，有的甚至是在结婚之后走进来的。第3件事情呢，就是我真的想去做一些改变，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故事从哪里给大家讲呢？先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吧，我是如何从直男到一步步被带上这条路的吧。其实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钢铁大直男，初2的时候看到2个男生在路上牵手，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生理性的不适，我会发自内心的我想吐，我恶心，可能就是你们现在口中的顺直男的表现吧。大学的时候呢，我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当时我们在学校里面非常有名，就是那种人尽皆知，在每一个角落里都吵过架的那种有名。毕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到了工作呢，我谈了第2个女朋友，她很喜欢分享鸡汤，尤其是什么白岩松语录、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等等这样的，一天能至少给我分享10个。分享完之后呢，她要问一下我的观后感，只要我说的稍微有点不对了，她就要生气了。当时我觉得好累好累。我每天工作完了之后，我还要回家去跟他做阅读理解。我坚持了2个多月之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我们就分手了。也在那一刻，我就觉得为什么女生都这么麻烦呢？我就下了个交友软件，异性啊，我就开始滑。但是那个软件呢，它是那种男生女生都可以滑的那种。我滑的，我就滑到了我的第1个男人。也正是因为他，我的人生被彻底改写了。他是个明星，而且软件上他用的是假照片。当我们加了联系方式之后，我发现他朋友圈里面都是一些类似于那种商业广告的照片，照片上的脸全部都是打着码。我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是模特。我说你为什么要挡脸啊？他说自卑。当时我也没多想，直到呢他跑去找我，我拉开他车门的那一瞬间，我才突然发现原来他是个明星，甚至是当时广告车站牌、饮料瓶瓶身，乃至商场里大牌的那种广告上面的那种明星啊！我对他就充满了探索，是那种对娱乐圈的那种好奇。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刚土木毕业的一个学生，而他在荧幕前奋斗那么多年的一个明星嘛。接着我们俩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相处着，也没多久吧，他就突然跟我说了句让我试试。我真是纯好奇，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明星，我内心也没有很排斥，我就去试了。结果这一试，我竟然发现了我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甚至是我自己曾经最憎恶、最恶心的一面。但试完之后呢，他就消失，直接断联了。我不理解，我也不想理解。我觉得可能混娱乐圈的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吧。第一个，只是我遇人不淑，但在跟他的相处当中，我觉得跟男人相处真的好简单。接着我就遇到了我的第2个，他是一个潮汕商人。当时我还在南航工作，每天我飞完落地，他会开着车去接我。当时在我看来，我们俩同龄，可是他的事业已经做得风生水起，财富自由。他也会经常给我分享一些他的经商故事。当时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好崇拜。当我一步步开始上头的时候，他突然消失了。1个月之后，他出现了，说他自己在香港被骗了很多的钱，当下的状态不适合恋爱。我就欣然接受了。结果过了没多久，他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一个牵手的照片，配文是兜兜转转还是你最合适。原来他和他的前任和好了。那个其实我也没有说气馁吧，只是我觉得哇，这个圈子太好玩了。男生跟女生的相处远远不及2个男生的相处，甚至可能就是用完大家可以直接说再见了，好像在法律上也不需要负什么样的责任。所以我就开始疯狂的去尝试，我用他们对我的那些方式方法，也对一些接下来的人。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遇到一些比较好的 gay， 但可是我会觉得在这个圈子大家是约定俗成的，大家是默认好的相处模式，就1个字，
玩，就这么玩着，我遇到了我的第3任，他是一个网红淘宝店的店主，长得比我高，颜值比我高，可以说是有钱又有颜的一个顶级大帅哥吧。我当时就被他非常好的外形，还有他的经历深深的吸引到了。我们网恋了半年，他提出要跟我做一个情侣账号，他说可以像经营他的店铺一样，我们一起来经营这个账号。当时我在想，哇，这不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吗？所以我果断辞掉了南航的工作，离开了广州，毅然决然的跑到了他在的上海。他每天下午2点钟起床，我会在他起床之前把所有的家务做完，把他的狗遛完，等他起床，我把午餐给他准备好，他吃完之后，我再全部收拾好，接着带他去健身。就这样相处了1个多月之后，他跟我说了一句，他不需要保姆型的男友。我们分手了。可是我也没有多难过，我只是觉得哇，这个圈子简直太好玩了。我可以遇到不同的人，而且都很优秀，甚至都是在一些行业里面是顶尖的一些人。接着我就进入到了我自己事业的低谷期，那个时候我得了抑郁症，我遇到了我的第4个人，他像是一束光一样的照进了我的生活里。我大他5岁，可他却在生活里事无巨细的照顾着我。当时我们一起同居在深圳，疫情期间，中间呢，我妈妈得了癌症，他也对我依旧不离不弃。可是我们分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第2次约会的时候，竟然是他刚刚约完后的见面。他在恋爱期间不断的使用各种的交友软件，还同时跟好几个人保持暧昧关系。分手也是无缝衔接前任，甚至我们分手的节点，我当时家人去世，我苦苦央求他不要离开我，他只留下了一句话：没有人有义务永远陪着你，连一句节哀都没有说。在我空窗期的这几年间呢，我也发现了一些我曾认为我在这个圈子里面最好的朋友做的一些事儿。他在我恋爱期间与我当时的对象去 gay bar， 在已知我暧昧对象是谁的情况下，背地里和我的暧昧对象约炮，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表面孑然一身，人畜无害，背地里却脚踏 N 只船。至此，我对这个圈子彻底失望了，我也下头了。我觉得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好会玩，好会玩。但我自己也在这里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去年我在拍视频搞抽象，相亲的时候遇到了大田，他让我重新对女孩又产生了心动，不是那种荧幕上的那种假心动，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我想跟他有点什么。其实我每次都会借着举起相机的这一刻，我会把我自己内心真实的一些想法问出来，但我知道我们俩不可能。可是他让我重新又相信了自己其实是喜欢女孩子的，是可以再次喜欢女孩子的。可是当我说出来我走过弯路的这个经历呢，没有女孩能接受。她们愿意跟我做闺蜜做姐妹，但她们无法接受我做她们的男朋友。当然了，换位思考，我也能理解。现在是2026年了，我在想，如果我当时不是那个明星前任把我带到这个圈子里面，我是不是现在都已经结婚了，甚至可能都已经做爸爸了？可是当下的我还在思考，我未来该怎么办？找男的吗？我厌倦了。找女的呢？没有人敢找我这样。如果大家能看到这里，谢谢大家听我说了这么久。反正我现在的状态就是真的很乱。一方面呢，我也想拥有甜甜的爱情，可是我又害怕别人会嫌弃我过往的经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待下去，我感觉我的未来好像大概率也就这样了，也不会变好。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还在听的你们呢，那就是我互联网新交的朋友了。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